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5号啊，今天是星期天啊。今天这个是个很好的天气啊，太阳非常的好。那么下来逛逛啊，录个视频啊。这段时间来讲的话，今天算是天气比较好的啊，就既没有特别热啊，也没有特别冷。像我今天呢，就穿一个衬衫啊，就可以出来逛了啊。那么在海边的话，有些人他们还就是躺在海边晒太阳，他也不用穿啊，就天气还是挺暖和的。这边是一个他们给狗建的这个娱乐的地方啊，他们这个狗可以训练这个狗啊，这狗挺不错的啊，很灵活啊，它好像听得懂啊，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最近呢，我也仔细的考虑了啊，我在西班牙这边的生活啊。那么因为不时的呢，会有许多的朋友呢，他会咨询我啊，就是他们可能也会有想移民西班牙的一些想法吧。所以呢，我也会反反复复的啊，我会去考虑啊，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之前也录了很多视频，对吧？大概的就是把我在这边的一些生活啊，我自己知道的啊，我都告诉大家了啊，都没有什么保留。那么我现在呢，我觉得呢，目前我在这边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语言的问题。虽然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一些医院啊，包括看牙的或者是一些医院，或者说很多的这些生活你所会涉及到的事情，有一些地方呢，它都可以给你用那个什么谷歌翻译啊，或者有些人都是很有耐心的啊，他会跟你慢慢的讲。但是呢，你总是觉得，就会有点不自在，对吧？因为短期的你1年2年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好几年下来，就是你还是在沟通上你不能达到一个非常顺畅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你就是还是应该来说是这个融入是有一定问题的，对吧？那么我之前呢，我也说实在的，我没有认真的学就是我没有认真的学西班牙语，我自己也很懒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对吧？但是呢，我现在呢，就是我下定决心就是我明年2025年呢，我再给我自己1年的时间，我看一下我到底就是认真的去学习一下，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顺畅的去沟通，或者说达到我的预期，对吧？可能这个预期去工作去干什么是不行的但是呢，最起码就是能够简单的应付一下生活我认为就是最简单的应付生活，你起码说你收发快递你去菜场买菜你去饭店点餐还要就是和别人有一些交流，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或者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觉得这个太基础了这个其实跟你旅游去哪里学几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用的。你最起码就是你能跑到一个就是你去买辆车，比如，然后你能比较清晰的讲出你的需求，然后就是全程是无障碍的这样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能达到这个预期，对吧？那我觉得就是留在这里那生活也会变得顺利一点。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才40岁出头，对吧？如果说就像一个哑巴一样，
你就一直这样生活其实你虽然这里风景很好，然后怎么说呢？总体来讲也不算有很大的压力吧，但是呢，你等于还是和这个社会吧，你是在就是在这个社会之外的你不太清楚其实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它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一直如果你说你一直到你老了，还有20-30年，你就一直这样生活，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对吧？那么从经济的角度如果去考虑呢，你比如说你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已经比如说和我之前在国内的生活来比呢，肯定是要差一点，在物质上那么你每个月可能你还是得花个，比如说2万块钱是吧？那你如果这个钱你甚至更多吧，对吧？因为有时候其实我没有仔细的去算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消耗是比国内要多很多的。那你这个钱你定投下来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理财什么的，对吧？就你自己定投你去买一些好的股票或者说你去买一些好的你就算买比特币吧，对吧？你看这几年就是几年下来比如说你100万在里面，你也可以其实过几年可能你就能够翻好几番，是吧？就能赚几倍的利益，对吧？那更何况这个你的生活你的这个吃喝玩乐可能就过得更丰富一点，对吧？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只是一个中产，对吧？就连我觉得中产都说不上，中产这种就是我觉得年入100万，对吧？差不多可以算一个中产，就年收入那如果说就是你每个月消耗的只有比如说2万3万块钱那你其实也就比较勉强的就是应付这个生活，对吧？那这个还是会你会去算这个账的并不是说就是你真的有几千万，对吧？1个亿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你利息支付这个东西，反正你未来几十年你都不用去考虑，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就是现实当中也要去考虑的那么很多人也会说就是就你非盈利来到西班牙或者怎么样你最后你可以去工作或者是开店什么的，对吧？其实你这种转换居留你不管你是开店还是你去这个做就工作吧，首先你都是要付一大笔钱，对吧？你去开店这边的店这种饭店什么的，你要开一个就很小的那种你差不多也是要基本上这个人民币也要大几十万然后你最便宜的他们这种什么杂货店在这边你也要几十万你才能去开一个，对吧？那这个只是金钱上的，如果你还是就是像我前面说的这个语言上不行，这个是遥遥无期的，对吧？就你今年盼着明年明年盼着后年，但是呢你每个月其实你还是在不停的去支出，是吧？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其实不是说我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对吧？就是你到哪里去，比如说我去医院也好，或什么有些地方也好，有时候别人比如说他对你态度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现在仔细想想，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对吧？因为是你自己来了这个国家
啊，别人没有义务说他要学一个什么别的语言来跟你沟通，是吧？你就是你跟他讲，本来你讲的可能就不是很好，或者你说了他听不懂，然后大家啊，就他也紧张了，你也紧张了，再加上你们本来又是这个不同的文化，那这个气氛，对吧？就搞得就不自然了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是自己的问题。但是我想想呢，就是如果就现在就下这么决定呢，我觉得也是有点太可惜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再给自己一些时间给自己1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如果1年你真的很努力的去学习了，那么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语言应该应付生活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应付生活没问题了，那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就会更好，是吧？但像我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就是靠一些朋友，对吧？他们比较就是熟练掌握语言或者是专业但是我自己并不了解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就算是比如说你的孩子很会讲或者你老婆很会讲，我觉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个就不是你自己你一定要自己会讲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才有实际的意义，对吧？就像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来到欧洲，我想那个背起我的相机就去很多国家去拍摄去玩，对吧？可实际来了以后实际上我到现在连驾照都没有没有驾照也不能买车，对吧？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我根本就没办法去通过这个考试这个题目看了都不懂，对吧？那你这边没有这个交通工具没有汽车，你靠那个坐巴士什么的坐火车什么的你去旅游，你也不是那个20岁10几岁做个背包客，对吧？你去很多地方你都是需要精力的就你去一个地方来回你可能都要就离开这里来回你都要花个1天时间或大半天的，那这个旅程谈何而起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奉劝很多人就是你们问我你说这个西班牙的生活怎么样？来了什么很多人我发现他们都是想最好来了2、3年以后就能够开始赚钱能够开始有一份工作或有一个事业，对吧？或者说他们就想用现有的一些技术也好，或者说一些什么掌握的东西也好就能够实现赚钱。最主要的真的就是语言的问题那有些人他们对吧会说的就是这个语言你看有些人他也不会语言他在一些这个中国人的餐厅里面在什么厨房里面上班或者怎么样。对，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工作他的工资很低，对吧？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需要语言因为这个店里面可能都是中国人，对吧？你也不需要语言比如说你在这个厨房里面洗碗，或者说倒垃圾、扫垃圾，反正你就干的最基本的工作吧，是吧？但是同样的这个收入咱们也不讲，就算你不在乎这个收入，可是你每天起来一直到下班，你就每天干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是你重复的这样的生活要过很多年，然后这些人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和别人合租一个房子，对吧？合租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没办法嘛，因为这个收入我觉得支持生活就是最勉强的，对吧？当然我并没有说就是对他们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想法
每个人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我觉得一点都没什么问题啊。只是就是说这个生活，并不是就是我想要的，对吧？就是说，我觉得就我跑过来我花了比如说一大笔钱，然后我也没有跟这个社会去融入然后我每天在一个地方做的一个重复的事情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下了决心就我最后我觉得还是给自己1年的时间给自己1年的时间，我要求也不高我能达到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B1吧，对吧？我觉得 B1应该能勉强应付简单的生活是可以的我就觉得我就有留下去的必要后面我到底是再去搞点什么事业或者说我就什么也不搞，对吧？我就生活在这里，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这个成本你花下去就觉得有点意思了，对吧？不然的话我还不如就是每个月，对吧？我也可以在国内或者在其他地方也住在一个海岛边，风景挺好的，然后我每个月去定投一些理财产品呢，是吧？那几十年以后我还有一些不是几十年以后，就是几年以后还有一些收益呢，对吧？因为如果你不跟别的地方去沟通的话，其实你住在哪里的海岛住在就很多风景很漂亮的地方，对吧？你要说像国内像泰国马来西亚那些地方吃的东西还多，是吧？就可能就更适合我，对吧？这种口味还有就是什么一些娱乐设施什么各方面的可能还多一点，对吧？就是来这里，我仔细想一想，最主要就是说你还不是，比如说你对艺术感兴趣，或者你对这边的文化感兴趣你还是想去学习一些东西的，对吧？反正这个真的跟旅游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也是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跟你说语言这个问题的就是我觉得越是有那个一定学历的人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就可能听我这个东西，他觉得就很能理解，对吧？就这个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千万一定要去就是你不管是移民还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在最重要的这个是基础，这个如果都做不到就算我前面说的有几千万有1个亿，但你天天在这边这样过的也很乏味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几千万有几个亿的人他们也不太愿意就是说去移民，是吧？就是他如果语言能力很强，或者说他也确实能够融入那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意向的。不然的话这些人本来就是很有能力，对吧？就是比如说他在他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肯定很多人很尊敬他，是吧？就他有这个地位他一到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对他来讲，可能这个比眼前的这些景色或者说什么别的东西来的更重要，对吧？因为这是他个人价值的这种体现嘛，对吧？人家说马斯洛需求原理先是那个吃饱，对吧？然后是什么？反正最高就要求自我实现，对吧？那对于那些自我实现的人来讲如果他都没有办法继续肯定自己的价值，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谢谢。